欢迎收看《关键时刻》。我们都知道，国际政治它就是在下一盘大棋。今天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都说了，现在对中国更是下一场多层次的棋局。为了赢得这个棋局，你必须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你看到这一本书，这本书是今年9月即将来上的新书，叫做《A Seat at the Table》。这个人是前财政部的助理部长苏启。他在这一本书里面写到了当时川普在第一届的时候跟中国谈判时，他被吃了多少的豆腐，甚至吃了多少的亏，甚至被害了多少次。好，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的还有最近出新书的投资专家温约瑟。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司统，为什么今天贝森特讲说中国就像一个多层次的棋局？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本的新书，我才知道一件事情。原来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中国的手段也太多了，没错，秋楼也太多了，而且各种的招数，川普都记在心里。在我第2届的时候，你别想跑了，我今天要用你的魔法来彻底的对付你。对，没错，我们知道，事实上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刀光剑影，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和平，但是每一次谈判呢，都是你争我夺，或者说拿着刀互砍的一个局面。这等一下我们在这一本新书的《The Seat of the Table》了，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能够坐到这个餐桌上去谈判的人，通常都不是一般的人物。那这里面来说，当然有非常多的你来我往的这个状况。那是为什么我们要说这本书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贝森特他最近定调了中国，他把中国定调什么？China is like a multi-level chess game。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说中国跟中国的往来就好像是一个多层次的西洋棋的游戏，不是只有单一面向，是非常多面向。好，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呢？因为他就说我们过去美国的竞争对手，你看日本是什么？日本是我们经济上面的这个竞争对手。那前苏联呢？前苏联是我们在军事上面的这个竞争对手。所以事实上都是不同的这个国家。但是中国呢，不但是我们的经济对手，也是我们的军事对手。所以它就是一个 multi-level 的 chess game。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付它呢？所以才要从这本书里面去讲。从这本书里面讲之后，他就可以说，这是前美国的官员，他记录了第一任的川普时代的时候，他们跟中国打交道有很多故事。他们发现到说，其实中国在那一次的这个谈判里面，常常给美国穿小鞋啊，常常给他按刀砍他啊，所以所有人说，国际谈判来说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事情。好，那我就讲，那现在川普怎么说呢？川普怎么对付你呢？川普就用什么？你中国呢叫做中国特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现在叫做美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我用你的魔法来对付你，用这样来对付你。所以他说这一场这个所谓美国跟中国之间的 multi-level 的 chess game 呢，还在持续进行之中。志总，你刚刚讲了，今年9月份要出的这一本书，桌边的一席之地，川普全球经济革命内幕，里面太精彩了。我看完之后发现，他今天中国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弄川普的官员？吓死！难怪川普第2任直接往你死里杀。没错，那这本书来说话是有一个叫苏启的人写的。那他是谁呢？他是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市场的前助理部长，所以其实位阶是不低的哈。然后他参与过第一个阶段跟这个中国在谈判，然后他精通中文跟广东话，识听识讲啊，所以他叫苏启，用他的名字翻成他的名字。好，对，所以他有个中文名字。好，那这本书来说话，当然我们蔡英文前总统还为他写了一个这个算是文章的序，所以呢，事实上他跟我们政府的关系呢其实是不错的哈。然后他对这个川普的这个说法是什么？他说川普展现他自己是3D chess 大师，也就是说，你看这个贝森特是 multi-level 的 chess game， 但是你看川普就是个3D chess 大师，所以他等于是非常会下棋。那他这个讲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讲的意思是说，事实上对中国的作战里面来说，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这个 level。然后他认为说，第一个阶段来说的话，他这个可能从他第一任期里面来说，他有截取到一些所谓的失败的地方。所以你看，他现在这一任的时候，他的关税是更精准、更集中，税率更高。然后他初期从这个盟友来说话，获得成果，然后把第2批国家留到最后一一处理，那留下来就是最棘手的国家，而这些。第一组的最后第1名永远都是领先，那就是中国。对，所以就是他先把周边国家处理之后呢，然后慢慢的围向中国。这跟我们节目上讲的就是说，他先
把周边都处理之后，最后围向中国。其实他的想法是一样的。那所以我才说，或许川普真的想法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那他讲到里面说第一个任期呢，我们看这是第一个任期中间，你看这是刘鹤，对不对？刘鹤当时是主要谈判的对象，对。然后另外这是梅努钦，然后这是莱特希泽，所以当时的来说，他们就是这样子互相的你来我往，然后中国跟美国，然后这是当时是小卡卡，现在是美国的谈判代表的葛利尔就在坐在这边，对，所以葛利尔他是梅努钦的徒弟嘛，所以我在说他们真的有互相往来的一个局面。好，那么讲当时中国耍了哪些小手段呢？这个书籍里面就讲到很多。第一个是什么呢？他说了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来，因为他们这个很多谈判的时候是在北京举行，所以有一次呢，他们来到北京。那来到北京的时候呢，当时的美国呢有把很多的文件呢 fax 的给了中国。fax 给中国就说，我们的条件是这样子哈，然后等到这样的话，你们就拿一个版本出来哈，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就拿这2个版本互相来对的时候，我们再讨论这样一个状况。就正好你知道他们怎么样吗？他们居然 fax 来了之后，后来等到他们都来到北京之后呢，他跟这个梅努钦看到了这个文件之后傻眼啊！我们美方的文件呢没有我们美方文件他们没有印，他们只有印中方的文件。然后中方文件来说的话，他还给你说只有中文没有英文，那不是为难人家吗？他就故意嘛，他就故意这样子给你穿小鞋嘛，哈，就没想到他就说，当时舒淇就说，因为我精通2种，我刚才不是说他会中文会这个广东话，所以他就马上在这个会场的路上，他替财政部长梅努钦翻译了所有的文件，所以呢，翻译所有文件啊，然后梅努钦后来到达之后，他就说。美方不是为了走过场而来到，他简短而有力的感谢副总理的热烈招待。哪有热烈招待？他明明给你穿小鞋嘛，对？他说承认收到了这个文件，然后接下来把美方原本的文件举起来说谢谢。然后呢，他说我们接下来会用我们的文件进行讨论，接下来谈判就按美方的文件进行。所以什么意思呢？他知道你要给我穿小鞋，那梅努钦反正我已经知道你的文件是什么了。好。那我就说，我知道，所以我接下来是要用我们美方的文件来讨论。所以等于梅努钦就说，我绝对不会因为你这些穿小鞋或者这个动作，反正我们就是按美方的文件来讨论，这就是一个争夺主导权的这个意味。对，他又把它争夺回来的这个主导权。好，那除了争夺回来主导权的时候呢，他们还做了一件什么事呢？他们准备要会议，那会议之后进去的时候呢，就你知道吗？他们原本都有排好位置，对不对？然后突然发现到说。他们中方呢给美方的位置少排了一个位置，这也太坏了吧？对，没错。你要在这个会议里面有多少人进来，你早就知道。是，结果一进去之后，刻意给你少一个，对，让你难堪的。那为什么要少那个位置吗？因为那个位置是一个资深的这个公务员，他们知道那些人都是谁。那为什么不要让他做？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是难产的家伙嘛。他可能很懂说美国的财经，还有很懂这个中国财经，我不要让他在这个餐桌上面，所以故意把他拿走嘛，哈。那故意把他拿走之后呢，后来呢，舒淇在外面的时候就跟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对。后来得知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刘鹤在前几个礼拜曾经到美国去，然后他在美国的时候，他觉得说，我那时候来美国谈判，我为什么不能够进到椭圆形办公室跟川普见面？他很生气，所以他记仇记那么久。对，所以他这一次又用这样的方式。那结果用这样的方式之后呢，就你知道。这个当时的这个谈判过程里面来说的话，中国的这个央行行长的这个易纲就经过，然后经过的时候，结果你知道美国的官员就跟他说：“易纲，我跟你讲，以后呢，如果你来到这个美国的时候呢，我们绝对会好好的款待你，你要有多少椅子就有多少椅子。”所以呢，他们就是用这样的来亏他嘛。所以我才说，这个就是双方在谈判桌上看不到的战场里面，你来我往。这些话都很酸呢，很酸呐，当然很酸。你不让你故意扣我一张椅子，我就说来到美国来家里面，我绝对不会让你要多少椅子我都给你做。对，所以这就是某些程度来说的话，就是他们也知道你在搞这些玩意，那我们怎么来做？所以这就等于是你看双方这个你来我往攻心计的这个部分。好。那除了他们在谈判桌上面来说互攻心计之外，另外一个什么？我们前一阵子我们之前曾经讲过这个叫做《全球战场》的这本书哈。那这本书里面来说的话，他把这个过去一段时间来说，中国对美国的谎言都把它戳破了。好，当然讲到的故事里面是讲到什么？讲到当年2017年的时候，当时川普去访问这个中国嘛。川普就应邀这个习近平的邀请到中国，然后他当时进去了紫禁城。那也因为这件事情，他去访问了之后呢，回来他对中国的印象完全改观，绝对要对中国开始打贸易战。
好，那这里面来说的话，有什么故事呢？第一个，我们知道当时有这个第一任的他们国家副安全顾问叫伯明哈。那伯明他事实上也来过台湾很多次，但他过去一段时间，他曾经在中国当记者嘛。照他曾经最有名的故事，就是他在中国写的这个报道哈，被人家这个中国要说你要交出来，所以他在中国太了解了，他最后被迫把他的这个文件丢到马桶里面去冲掉，不要让你带走。好，那这个所以他来了嘛，他来了之后呢，就习近平呢跟他的妻子彭丽媛呢，他们在这个紫禁城里面接待他们，就是我们要看他在紫禁城门口等川普来嘛。然后川普来了之后，然后他们就往紫禁城里面走。那当时的川普还为他，习近平还为他开了什么？中南海里面很多营台就为他开了，就让他进来哦。所以这些地方都我们平常其实是没办法到的。然后开了之后，他们要通过这个西河门的时候呢，走在这个后面的伯明呢就说，然后这个中国官方就说你不能够进来，伯明不能进来。对，为什么？他不是第一任期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吗？因为他们知道伯明是最了解的人嘛，所以等于说他把他撇开，而且伯明的立场是什么？他很反中嘛，所以等于中方就是把他隔开，就是你不要进去这个习近平跟川普的谈判的过程里，你是没办法进去的。在整个会场里面来说的话，就是还演了非常多的中国的这个传统戏剧啊，然后这样营造什么？营造就是说我中国呢，我是在紫禁城里面接待所谓的藩邦嘛，你就是藩邦来吵嘛，这样一个感觉嘛，所以这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味啊。所以你看，事实上，如果你看了很多动作之后，懂的人就懂嘛。所以到美国才慢慢发现说，美国这样的气死，我是在朝贡的。对，原来你是这样子来看待我们美国的哈。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话，他们后来还在人民大会堂开议事会。那这次开会是由李克强跟这个川普开会，他们开会是讲到所谓的美国跟中国的关系。就没想到他说什么，他就开始说啊，我们中国对美国的关系啊，然后就说什么原本的这个我们说，他就说李克强说中国已经拥有工业还有科技的基础，不再需要美国了。哇，他居然这样讲然后他说美国对不公平的贸易还有经济的做法，我们非常认为说是无的放矢。然后呢，美国在未来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呢，应该是为中国提供原材料，还有农产品。还有能源，然后让中国生产世界上最高科技的工业，还有消费者的产品。川普听到气炸了，当然气炸，但是美国帮忙你哦。对，但是川普还是很有，因为毕竟是中国主场嘛，然后川普就很有耐心的听完之后呢，他就打断他的话，说你公爽哈，she's thank you 啊，然后就这样子，然后就起身，然后就结束这个。听不下去了，所以为什么他们后来呢，回到这个机场之后。登上飞机回到美国的路上，马上就决定要对中国展开科技战、贸易战，所以才有回去2018年之后展开的，从杀华为开始到中美的第一次的贸易大战，就是从这样展开。所以呢，这就有很多发展的历程嘛。好，但是发展到现在为止来说，现在是第2任任期。对，当然大家目前为止都在看嘛，这个中美之间是不是因为他们从原本8月12号到期的贸易的这个谈判又延了90天嘛，延到11月了。对，那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贸易谈判呢？现在贝森特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什么？我们需要看到几个月，甚至几个季度，甚至1年，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才能够想象这些关税会下调。对，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博虾口令会下调的一个状况了哈。然后又说呢，习近平已经邀请川普见面但是2国领导人的这个之间，目前为止还没有安排，因为什么？因为总统没有接受。其实川普的立场很清楚，你如果没有要买什么东西，如果你没有要这个贸易的这个协定的话，我不会跟你见面。你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了。对，所以目前为止，川普认为说是再看看。好，那当然啦，讲到说，因为为什么中美之间要达成贸易谈判的话，你要像欧盟这样子嘛？日本不是买了5500亿吗？对。那这个韩国3500亿加1000亿嘛，那欧盟是6000亿加上7500亿嘛，买了这么多嘛？那好，那你中国会不会提出什么投资美国这个东西？然后这个贝森特的说法说，我看是很难呐。为什么很难呢？他说，你看。半导体、稀土、制药还有钢铁，中国也要投资啊！中国会来美国投资半导体，然后让美国壮大，然后来打中国吗？赵，你觉得会吗？哪有可能？不可能，所以他也觉得说不可能。虽然认为说中国不太可能会这样子，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希望说能够达成贸易协定，所以才会有贝森特说，我们认为说需要看到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才有可能这样子嘛，哈。那尤其是目前为止来说，中方有55%的这个关税，有55%的这个关税嘛，除了对等关税，加上芬太尼关税嘛。那尤其我们刚才不是讲吗？中国在第一次的贸易谈判给中国穿很多小鞋，对不对？第2次谈判反过来哦，赵，你知道？
反而是美国给中国很多小鞋。所以第一届你让我穿小鞋，对第二届我让你穿小鞋，对，你之前骗我的，对，我通通讨回来。而且他都是，我觉得川普一定是故意的。好，为什么这样说？你知道一开始不是科这个对等关这个芬太尼关税吗？芬太尼关税是什么时候签的？川普是2月1号，美国时间2月1号签的。那2月1号是什么时间？如果我们回推的话，当时是中国的初四啊，在过年初四啊，年初四的时候，当时中国官员都没有在上班啊，所以呢，他第一批关税春节，所以所有的官员都在休假，所以你等于是你砍我一刀。第二批关税，如果大家记得这个对等关税是什么时候科的？是在清明连假，这么会挑日子，对，它是清明连假科的嘛。那所以呢，这又是这样，又是第二个，又是清明连假，你搞什么？听说当时的王毅很生气，他们反而是王毅很多，他就说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这样不对嘛？反而是什么？听说是习近平说啊，你们要保持冷静啊，先再看看啦。你看王毅怎么说？王毅在一次高调的简报会上，将美国关税称为什么？邪恶的，对，还说什么？你川普两面派行为对莫名其妙，对，结果是习近平拉住他，对，王毅你忍忍，你等等啊，是这样干的。对，好，什么叫两面派作为？两面派作为就是其实中国很讨厌这种人，就是表面上哦我跟你是一国的，但事实上在后面给你捅刀，那你不是就是这样子吗？因为川普表面上都说，我跟I have good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对不对？他说我跟习近平很好啊，可问题是你还给他捅刀啊，所以这就是两面派的这个作为。好，那我跟你讲，因为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王毅就说这样啊，我们准备要对大豆征这个关税，这样报复他这样一个状况，但没想到是习近平说啊，好了，我们再看看啦，你等等好了，王毅再等等。所以呢，事实上我就讲这里面来说的话，当然中国方面来说，一定有非常多的压力存在。好，所以我才跟你说。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中美都还在继续试探对方。好，但是我们讲川普到底做了什么事呢？因为川普过去一段时间呢，美国都是什么？我们知道美国是要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国家政府呢对于这个民间的企业是少介入、少监管。好，所以过去都是这样。但是现在川普不是川普是他把这个手伸到民间企业里，他去管你譬如我们就讲最近一段时间。川普要求 Intel， 你这个执行长你给我离职，对不对？然后 NVIDIA 跟 AMD 要征收15%的营业，然后包括说像日本制铁，你后来这个允许这个你来收购美国钢铁，但是我们美国政府要有什么黄金股？什么叫黄金股呢？就是说我可以否决任何事情。美国政府有民间企业的股份，这很奇怪嘛，对不对？然后包括说像。他还指导说，你这个贸易伙伴1.5兆美金，你要投资什么？由我川普来直接制定。这在过去美国总统就是不会这样做。对。那包括说，你看前拜登的时候，拜登是怎么做？拜登当时是说他晶片他没有要介入，他只是定了一个晶片法案，然后就补贴这样一个状况。他根本没有他。是补贴，它不是伸进去，这是两件事哦。补贴有点在外围，我给你多资助，但是它是直接伸进去。然后包括说像钢铁，日本钢铁的这个状况来说，他也是说我不要让你收购。那川普是让你收购，但是我要有黄金的这个股份，对不对？然后包括说像很多稀土元素呢，他们都没有要直接介入，他就说我们自己提供资金供民间发展。但是赵尔，川普最近国防部入股了一个稀土公司啊。他就这样，所以我就说他根本是完全一把抓的。对，他就一把抓，他就全力来介入。所以很多人就说他的做法根本就是不是所谓的这个资本主义，它是叫做美国特色的这个国家主义的一个状况。那中国是什么？中国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美国叫做美国特色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现在等于是中国特色跟美国特色在做一个决战那么怎么决战呢？因为简单因为过去中国就是结合民企。一起来跟美国宣战嘛？对，民企就是我国企，然后我们一起来这个军民合一来对付中国，对付美国。现在美国也一样，也用一样的招数。我也把这个民企都团结起来，用这样来对付中国。所以跟你说，两个国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下棋，我觉得势必还要维持一段时间。就好像这个书上面说的，这是个 multi-level 的 chess game。我觉得中美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对抗，恐怕还要持续很久的一段时间。廷伟，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国际局势就跟下棋一样，贝森特也有说，现在川普在算什么，在下一个3D 的棋局一样。我们都知道，这礼拜5就是明天，这个所谓的美俄峰会就要来，大家觉得真的假的？我要看好戏了。为什么？因为第一个，美国今天邀请俄罗斯来的地方是阿拉斯加，在哪里？在美军的基地。我说哇，这是哪一招？这是请军入瓮吗？在美军基地这个地方过来谈是有什么意义吗？第二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的普丁，
他也不好惹，人家是情报头子出身的，这两个人在谈的时候，谁会吃掉谁？对，这件事情绝对是在国际政治上绝对最大的事情哦。为什么呢？选定的地点大家知道就在阿拉斯加，而这个地方呢，刚好就是过往来讲，美国在对抗前苏联以及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军事基地。这个军事基地呢，叫做埃尔门道夫与理查森啊，这个联合基地。这个联合基地当中驻扎了35000名的美国大兵哦。那你知道那个附近的城镇来讲，大概也只有30多万人而已，也就是说有1成左右都是美国大兵。那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我们讲说，第一个维安方面来讲的话，应该是最主要的考量。对，双方来讲的话，闲杂人等你不要进来哦。那其他的国际上呢，比如说中共的情报人员，你也不要进来。这个地方肃清哦，这个两国的这个完全滴水不漏。对，滴水不漏，这是第一个维安的考量。因为很多人应该很想刺杀普丁才对哦。所以这个情况，如果说美国邀请一个俄罗斯的总统来，然后结果被刺杀了、被暗杀了，那还得了？对，所以不可能找到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一定是找阿拉斯加这种地方。第二个，曾经以前我们讲过，这个以前是俄罗斯的第2时代的土地，后来美国把它买过来嘛，所以又有一些所谓的领土上的象征。第三个，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概念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呢是让普丁来看看美国军力的强大，而且呢，你这个地方驻扎这个军事基地来讲，已经部署很多相关的军事基地，而且以往来讲，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军机呢，也是骚扰阿拉斯加，阿拉斯加这个地方也从这些军事基地当中来抵制俄罗斯了，所以这里有一个曾经以前双方对抗的这种概念在里面，那也让普丁也看到了美军现在的强大，而现在来讲，普丁不是陷入这个所谓的俄乌战争的泥淖的时候，这个俄罗斯的国力也在衰退啊，所以这个会面来讲哈，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次的会面，而这个当中来讲的话，现在大家都在看。川普到底对现在的普丁到底还认不认识啊？因为你知道吗？以往来讲，川普常常跟大家讲说，他跟习近平很好，对不对？是好朋友。他跟普丁也很好啊，常常可以打电话啊。但是呢，最近来讲，这个川普的这个第一夫人梅兰妮亚，这不提到了？为什么你每次跟这个普丁打完电话之后，然后基辅就被轰炸哦？所以你这个到底讲话有没有信用啊？那个普丁来讲，到底现在是跟以前是一样，是你所认识的普丁吗？结果呢？你知道最近川普呢开始要在准备跟普丁见面的时候，问他的幕僚、问他的助理说：“那这个普丁最近呢这几年来讲的话，有什么样不同的变化吗？”结果他助理就跟他讲说，性情非常暴躁啊，常常骂脏话，而且呢这个什么忧郁症好像蛮忧郁的，所以呢普丁的性情应该大变。那你知道川普来讲的话，他现在可能要先做一件事情，叫做打预防针。什么叫打预防针？因为你这件事情，如果说双方见面来讲的话，如果达不成任何协议的话，川普到时候跟全世界讲说，这一号人物已经这个状况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对已经啼笑啊，那啼笑我怎么跟他达成协议呢？但是有一号人物呢非常非常重要，这一号人物有可能就是影响川普他对于普丁的看法。谁啊？这一号人物就是芬兰的现任总统，这个现任总统叫做史塔布，对，就是他，很年轻，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他的小白球打得非常好，打得真好，真的很好。为什么呢？因为曾经在3月的时候，大家被发现，而且这是川普自己放在他的社群网站的哦。这张照片就说明了一切，什么一切呢？在佛罗里达这样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当中，两个人打小白球打得非常开心。那你知道史塔布呢？他小时候来讲的话，他爸爸就教他说，你有一天做不了职业选手，但是呢，有一天你用得上。结果后来呢，这个跟川普打完小白球的时候，他爸爸还打电话给他说，你看吧，今天终于用上了，而且他打得非常好，他球技非常好，川普非常欣赏他。当他离开的时候，川普还送他一套高尔夫球球具，你知道吗？真的假的？所以呢，你知道他因为在跟川普讲话的过程当中，边打球边讲话，对不对？对。然后就跟川普讲说过往来讲，我们家以前家乡也是曾经在芬兰的统治之下，但是后来被前苏联拿走了，被俄罗斯占领了，所以他们现在来讲无家可归啦。也就是说，他过往的出生地家乡，他爸爸妈妈的出生地呢，都被这个普丁他们就是说被俄罗斯拿走。所以他说，你千万不要相信普丁啊。川普其实是受到他的影响，因为他告诉他说，普丁这一号人物来讲的话，他永远是看实力，他不是信任你到底讲了什么话，所以你不能用情感来跟普丁来对抗，你必须要什么用实力来跟普丁对抗。所以川普后来
也听信他的话。现在你看到川普每一招其实都是用硬招，都是用实力的方式来对付普丁哦，显然受到了史塔布的影响哦。那这一位史塔布来讲的话，其实说真的哈，从川普当选以来了，很多各国领导人都要学小白球。你看像石破茂，他说要去学小白球，还有像谁？之前那个尹锡悦，他说好久没有打小白球了，他准备要拿小白球就被关了。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从事外交的人员来讲的话，有2种运动基本上都一定要做到了，一个就是小白球，一个就是会打网球。所以如果你能够在这2个运动方面来讲的话有所精进的，可能都可以见到对方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元首以及重要的领导人。宇轩，现在川普对中国极限的施压，有一种经济之外，军事也在施压。我们前几天才谈到南海，包括中国的军舰跟中国的海警船搞什么飞机，biang撞了一下之后，他们现在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吗？当美国军舰经过南海的时候，中国军舰不敢过去了，吓都吓死了。哎呀，我怕我再撞怎么办啊？对，张老师，我们看完这个局面，我终于了解什么叫做欺善怕恶，给他拍狼。因为美国呢，我想《人民日报》人把它写出来了。美国的军舰呢，就从我们讲菲律宾这边直接的港口，就一路就往黄岩岛这边去前进。他们讲说，哎呀，这个妨碍到我们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讲得很好听，义正言辞，感觉起来要严正捍卫。结果没有，因为当美国的希金斯号开到这边来的时候，它是一张飞弹驱逐舰哦，包括它舰上甚至还有什么 NK-41等等的垂直发射系统，换言之武力兼具。结果你知道中国干嘛吗？远远的观望着它，远远的眺望着它，只敢远观。不可亵玩焉。对，不像那么调皮的，跟那个菲律宾350吨级的这边绕来绕去，就跟他垮你说，用气势震惊美国，说我们把美国给驱离了，就根本没有，从头到尾没有。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希金斯号后面还跟着一艘滨海作战舰，这是我们讲常见的一种搭配，就是前重后轻。我前方是属于重火力的，因为你看哦，它可以容纳40名水兵，2架的 NH-60R 就所谓的直升机。还有呢，一架 NQ-8B， 这是所谓的侦察机，而且是火力侦察兵。换言之，它是具有高度作战能力的嘛，对不对？它跟在它的后面，那我就请问一件事情：你中国敢越雷池一步吗？而且这艘飞弹驱逐舰它也高达9000吨哦。对，还记不记得中国昨天我们讲的跟那个菲律宾派出来是多少？7500吨而已。足足就比你重150吨，而且呢，它也有垂直发射系统、神盾战斗系统等等的。换言之，这2个一开过来之后呢，中国不敢越雷池一步。人家比较粗，你就不敢来。对，人家比较细，你就欺负人家。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搞笑影片？有没有？这个肌肉一个比一个大，撞过去了，被撞到只能摸摸鼻子悻来。所以你知道中国拿谁出气？你知道吗？拿菲律宾出气。拿菲律宾又出气啊？因为空中总没问题了吧？菲律宾刚好在空中呢派这个我们讲的巡逻机。这种监侦机，结果你知道吗？上面好死不死啊，有一个我们讲的美国记者在上面。结果你知道吗？他们立刻派歼15来，左绕右绕，这么讲，这跟苍蝇一样哦，还跑到你头上最近的距离哦，它就是这一架这么嚣张。对，它直接飞到了这个侦察机的上面，大概60公尺而已哦。换言之，卡利逃电，你看多嚣张！你下卡人。舰艇开过来，拜托一下好不好？下面这个才是你真的海域，那你不敢动作，然后看到菲律宾马上就骑上去，给他拍狼欺善怕恶，这种。那美国第7舰队根本不管他嘛，梅里尔直接跟你讲说，没有哦，中国声明是错误的哦，因为呢这是合法的所谓的自由的航行管道，换言之，这里他没有拥有任何的主权，所以呢，不管他用什么文字的驳斥呢，都没有办法去驱赶我们或吓阻我们，对不对？保利好大力中国。跟长赶快嘛，跟顶盖赶快嘛！你看哦，这就是上次那个画面嘛，就现在全部都曝光来了。因为上次他还对他什么打水炮那你水炮你敢去对美国喷吗？这时候中国的军舰有没有？对，还有他的我们讲海警船，就一路追着这个小船，大狼帕金呐，一直追到后面。所以你知道他怎么评论的吗？说对中国这把船进行了高度危险的机动。我想说什么高度危险呐？你弟弟刚有，你一直去追人家，然后你说人家高度危险，但我跟你讲在菲律宾也是很调皮，你知道为什么吗？他就像那种小50小绵羊，对不对？对。中国是凯迪拉克嘛，就在你前面晃啊晃，晃啊晃你要追他，你偏偏追不到他，最后凯迪拉克你知道吗？撞到自己的同事，就变成这样子。小50怎么没有办法追上？对，我想他本来我后来看懂了啦，这个动物4哦，我们讲的动物2D 啦哦，本来是想要到前面拦截他，前后包抄嘛。就拦截不到，因为人家太灵活的机车绕走了嘛，小50绕走了，2台才会撞在一起嘛。就你仔细看这个画面哦，中国超好笑的。
因为它是公布它的画面，那你就会发现，确实那个350吨级的日本造的这种菲律宾舰，就在前面晃，一直在那边绕来绕，然后呢，我看到最可怕的画面在这边，它的船头有站人，你知道吗？中国这艘船头有站人。那你站人之后相撞之后，所以我们才解释说啊，为什么会有粉红色？因为在这个最尖端有一个人就是这样一直站在那边，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一直这样站着嘛，所以可能就真的掉下去了。但中国当然不会去公布嘛。我看到画面，我心想说，难怪他最后面就剪掉了，因为可能后面太血腥了，18禁，你知道？但现在大家也发现一件事情哦，那你中国确实是一只纸鳌，没得咖喱惊。比如说日本呢，自卫队直接开始哦。中国航母响定，这在讲什么呢？辽宁号跟山东号，它要给你响定什么？从今年6月开始呢，就针对周边太平洋的海域来进行相关的协防。而且你看哦，与那国岛跟台湾这边非常的靠近，它的响定对象什么呢？我们要集成航空母舰，我们要对航空母舰进行驱离跟相关的打击。所以它派出的是什么？是 F2。那 F2它的性能跟 F16有点像，它算是日本的，我们讲跟美国合作自制的。刚好呢，它就在钓鱼台北方这个地方，就是来。这个是航机图哈，你有没有看到黑色这个线？这个线是谁？就是我们讲到的辽宁号航母走过的线，在这边咚绕啊绕，所以绕到这边，所以他就跟你讲说，我就挑在你这边，而且呢，你绕其他地方我还不管，靠台湾最近，靠我们日本钓鱼台最近的，靠我们与那国岛最近的，我就偏偏在这边跟你演练。所以做了这么多，你看哦，这是日本读卖新闻披露的哦，他做那么多，连这种一条线，6月7号、6月16、6月11这种时间表。我要让你中国，你看好了吗？对，就 I am 公然的呛瞎嘞。I am watching you and you can watch me。OK， 就我在盯着你，你也可以看我。为什么？他说我得你看啊，我就 F2在那边轰啊、炸啊，在那边绕啊，在那边飞，就跟你讲说你给我行啊，你给我行啊，你给我行，我得给他斩落。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警告意味非常浓厚，对不对？甚至是我们讲的最皮的在这边，这有一条良月号，这是日本的船。他去年7月10号的时候呢，他本来是在公海嘛，那时候中国在进行军事操演哦。结果你知道他干嘛吗？他突然间呢改变他的航机轨道，往中国的领海前进。那中国看到他过来嘛，因为他们在军演嘛，所以先第一炮先对空鸣枪示警。结果没有想到这个良月号日本的船哦，完全没在怕，直接冲到中国的领海去。挑衅他，直接跟他讲说20分钟，然后呢，他又再开炮，然后最后他才悻悻然的走哦，因为20分钟时间非常长。当然啦，日本人比较有礼貌，他跟你讲说すみません，他说我是不小心的啦，误闯，我是误入。但讲白了，怎么可能误入呢？人家就在那边做军演，所以换言之，到底中国有几斤几两？在这一波的操作下来，包括菲律宾、包括美国、包括日本，恐怕都很清楚，纸老虎风吹了也是会跑。约瑟，你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就是这一本叫做《请支援搜寻》。看完之后才发现，你真的把解放军完全看透透。其中有一个章节，你有特别说到，你首次在定位解放军的时候，也太厉害了吧！竟然只是一张照片哦，就是这张照片是解放军的军舰飞过去，咻过去之后，你竟然可以在里面一个小小的岛，你就知道他在哪里演练了。其实这个算是比较好找的例子啦，就是海空军它其实都是比较好找的，因为呢，首先我们要找到一个图片，就是它在什么地方拍摄，我们就要先限定它的范围。那这张图片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的通稿里面有提到这个是东部战区空军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从它的机翼可以看出它的机型呢是歼10这样子。那东部战区呢，空军装备歼10的，就只有在汕头的外沙机场。就只有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所要做的呢，要找出这个岛屿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所要做的呢，就是检查外沙机场临近的这个海岸线所有的岛屿，看哪一个跟它的形状一模一样。你说这样一个一个对，一个一个看，然后你就可以找到了。其实它的面积还蛮大的，所以并没有很难啊。约瑟，你刚刚有特别提到，你在书中里面有提到说，你是全世界、全球第一个发现。中共解放军有个叫做信息支援部队，我们知道这部队现在中国已经很努力在发展这个。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在南海上面，如果今天中国信息部队如果它够强的话，在南海不可能会发生中国的解放军竟然跟中国的海警船会撞在一起这种荒谬的事情。那信息支援部队它是去年4月19号成立的嘛？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南海事件，那这个南海撞船事件呢，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呢，就可以显现出来，就是中国的海军和海警它并没有共同作战图像啊。
对，那所以呢，他其实在沟通上面啊，或者是他出现了一些问题。那其实呢，这个也牵涉到解放军近年最重视的这个联合作战。那联合作战里面最吃重的呢，就是通信工作。对，那信息支援部队呢，其实大部分人我看到就是都在讲信息支援部队啊，都是讲说，他是主导这个资讯战啊、网络战啊，但是其实他下辖有非常多的单位，但是呢，他主管最大的一个业务就是通信工作。那所以呢，信息支援部队我们可以说它是解放军近年发展联合作战能力，就是精进联合作战呢最重要的一块拼图，这样子。那但是呢，它的资料非常非常少，对，而且大部分都是以图像为主，就是文字的资料非常少。我们传统上大部分都是以这个文字来获取嘛，那但是呢，它的图像反而比文字多，这样。那文字报道非常少，所以呢，我算是有点仿效，就是在先前美国公布的这个火箭军报告。对，那他那篇报告的格式呢，就是这个单位的名称、单位的代号、单位的地址、坐标，然后人物志这样子。那我就按照这个格式呢，就是写信息支援部队。那我怎么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它其实都有出现过一些照片嘛。那我们就一张一张去定位它在什么地方拍的。然后我们就有定位到一张，我们就把它归纳出一笔数据这样，那最后就成为这本书的第3部分，对，就是讲信息支援部所队。以这样子一路看起来，它等于是说，中国在这次南海上面发现这件事情，尽管你刚刚说你发现到，就表示说他们成立了，而且成立之后，他们也训练了非常非常久，结果还是撞。就比方说，他们在这个军力上面，甚至在这部队上面，没有非常的精实吗？解放军在装备上面其实已经有长足的进步了，但是在联合作战，就是信息通信，包括还有这个共同作战图像啊，这个作战的资讯的共享，对，其实它还没有这么快。就是你在刚刚我们讲信息支援部队里面，其中有一个支线，也太特殊了吧？这个叫什么？这叫话务连女兵，就简单讲话务兵，就是讲台湾讲什么接线生。这个接线生，第一个都长得非常美，第二什么？他们竟然还要练瑜伽，然后你说这个工作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其实这个是信息支援部队的一个部分啊，就是他负责通联工作嘛。对。那信息支援部队呢，它其实在每个战区，就是解放军有5大战区嘛，那它每个战区都下辖一个通信团和一个通信旅。那通信团就是负责每个战区的总部的通联工作，所以呢，在每个战区的这个通信团，它下面呢，它总共有3个营。对。那第一个营就是负责话务，这个像是我们图片上面所看到这个东西，就叫做话务工作。那它在每个战区都有设这个电话站。那它所要做的呢，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军线的，就是军线电话的这个客服人员。军线的客服人员，对，就你有什么需要，我来服务你。对，那他们所要做的呢，基本上，除了这个背诵这个电码以外呢，还有密码学以外呢，他们要熟记这个他们所在的战区下辖的每一个单位的电话，这样子。那就是他一看到这个号码一打来，他就要知道，这是什么单位打来的，或者是甚至是这可能是哪一位领导打来。那对。我所听闻的啦，就是呢，其实有一些领导也会指定自己喜欢的话务员来接他的电话。还有这种事情？那话务员基本上都是以女兵为主，这样子。所以他为什么要去练瑜伽？因为一个话务生竟然练瑜伽，甚至你看到这个画面哦，他要咬筷子练习微笑。我心里想，不就是个接线生？他连声音包括咬字都要训练成这个样子。早期央视其实比较会拍这种样板工程啊，但是现在我相信应该是没有这么训练啊，就是在近期的新闻报道里面，我是没有看到这样子，但是基本上话务员还是以女兵为主。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